雪月城李寒衣，暗河苏沐雨。还记得多年之前，你我曾联手对付过一个人。当时的场景，此刻犹在眼前。可你今日来到这里，是想杀我？就凭你一个人，杀不了我。这世上恐怕没人能真的杀得了雪月剑仙。再加上一个我呢？暗河2个家主联手，哼，之前还从未有人有过这样的待遇。但想杀死我，犹未足够。我这儿有18柄剑，今日愿意全部断在这里，只求剑仙退回雪月城。唐门3大高手，唐寅、唐烈、唐月，你们来此也是为了杀我？唐门和暗河这样的联手，还真是少见。我想这是出自苏昌河的手笔吧。我从第一次见他，我就知道，他的野心一定会毁了他自己。李寒衣，你这话说的未免狂妄了。狂妄？哼，不过是暗河的2位家主和唐门的3大高手，杀了便是。沐雨，都说北离用剑，南绝耍刀，是时候让世人看看自己的愚昧了。好一柄铁马冰河！所以名为血七刀，是因为我7刀之下必有亡魂。我已出了6刀，这一刀下去你还不死，我就要改名字了。哼，不必改名字了，因为你今日就要死了。雪月剑仙李寒衣，你似乎有些太狂妄了。我还有最后一刀，名杀神。他怎么突然停下了？这是修习拳术、刀术的独有心法，明脸是。他在继续浑身气力，等待拔出最后一刀。苏沐雨，上次你就没拦住我，今天你一样拦不住。这次不一样，不是我一个人拦你。既然各位要逼我雪月城到如此田地，那么就请君赴死吧！刚刚那一剑很精彩，不愧是剑仙一剑。只是可惜了，你难道没有发觉，你的剑仙境界被压制，专为你布下境界压制大阵？苏昌河，并且
我们还在整片竹林撒满了无色无味的唐门毒物，一旦吸入，则会慢慢腐蚀内力。你还是跟当年一样，行事卑鄙，总是不择手段。是啊，不然，凭我这点本事，怎么能把雪月剑仙永留此地呢？哼！你以为我已经内力枯竭了？可我还有一剑之力。我这一剑之后，我会死，可你也活不了。不自量力！云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恍惚间，红烛伴着你画下轻舞。任飞雪满小仙女，天。我好想你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玄剑仙赵玉珍，他是忘了还有这些人了。就是你们打伤了他。是。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这人一般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缺胳膊少腿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小仙女，你等等我。天魔者，在我面前装神弄鬼。望城山太乙狮子拳第9重。天下素来认为，5大剑仙之中，孤剑仙剑术第一，只因他一人居一城的气魄，天下无双。但我却一直认为，你玄剑仙的剑才是天下第一。哼，我的剑是不是天下第一不重要，因为我的剑从不轻易而拔。我有桃花剑36柄，你看如何？虚妄。佛家有云：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。哦，那你玄门又是如何说的？凡所有相，除了小仙女之外，都是虚妄。这是我说的，我可代表玄门。无量剑阵，起！难道这次真的来晚了？这些都是真的剑吗？一个人怎么会变出这么多武器？这应该是剑气所凝成的剑，但杀伤力减去了，跟之剑一样。大家长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会死。还请大家长为我们找出一丝破绽。你们有办法，定不会让大家长失望。好，那就让我给这个玄剑仙送上一条死路。
来不及了。暴雨梨花针一共27枚细针，唐门中了3针，我结下了23针，还剩1针。小仙女，李寒衣中针了，杀了他们！刚才赵玉珍强行使出神游一剑，必定对他反噬极大。那，继续追。大家长，大家长久违了，真是有趣啊！一位玄剑仙下了山，一位老神仙出了天启。大家长请。国师有命，自然不敢不从。我们走。我真的来晚了吗？我要找全城最好的大夫。你来晚了，这城里的大夫都被叫走了。为何？今天知府那边来了个贵客病人，大夫们都被叫去知府家里去了。这知府在何处？客官别急，今天店里来了个客人，手里拿了本医书，好像是个会医术的。你们在说我吗？哎，就是他。虽然你我未曾见过面，但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玄剑仙吧？如剑仙。正是。你怎么下山了呢？还带了一个李寒衣。暴雨梨花针，先生可有法子救他？我拦住了26根针，但是还是有一根。最后那根梨花针封住了他的气门，使得他的真气正在不断的外泄，不超过半个时辰，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了。所以我们立刻将那梨花针给逼出来。一会儿，我用5道银针封住他5处大穴，他的真气会逼得那梨花针游走到百会穴。我需要你用真气把它引出来。来吧。1针鸠尾，2针神阙，3针西海，4针关元，5针终极。便是此刻。不愧是玄剑仙。引。你受伤了？区区小伤，不足挂齿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那根梨花针呢？伤了他的针，我自然把它捏碎了。国师，一柄万卷书，行遍万里路。谢道友，多年未见了。国师，
国师是来找赵玉珍的吧？可是1夜过去了，都未曾见你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一直看着他。不知道国师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枯木如何逢春，春去如何秋来。啊，国师讲话果然深奥。我与玉珍的师傅吕素贞有过一个约定，帮他一个忙，但我还是来晚了。可他却来得恰恰好。算算时辰，雪月渐迁，现在也该醒过来了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我从望城山下来，经过一片桃树林，我想，我们的重逢应该要有桃花。练习了这些桃花瓣，你可还满意？到这个时候，不满意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下山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小心，我们走吧。已经不小了。是啊，不小了，是大仙女了，比以前更好看。以后别叫我小仙女了，还是叫我李寒衣吧。凉风帅已立，游子寒无衣。这不是什么好名字，我们改个名字吧。改什么名字？桃花，李桃花怎么样？这么艳俗。用在别人身上是艳俗，用在你身上就是风华绝代。枯木逢春犹在发，人无两度在少年。在桃花纷飞，初见你之时，我们都还是少年。在你醒来之前，我让谢轩先生帮我找了一处院子。什么样的院子？一处小院，一棵桃花树，就像你我初见那样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院子？因为如今重逢，我终于可以问出那句我少年时就想问的话了。小仙女，做我娘子多好。我曾听人讲过，朝花夕拾是人间最煞风景的事情，因为花已经不是朝时的那朵花，人也不是朝时的那个人。这说法实在是可笑。人会变，是因为那人的心不够真；花会变，只是因为那朵花不够美。幸运的是，我依然是我，花也依然是最美的那朵花。朝花夕拾，真是太幸运了。
真好看。因为遇见你，所以才好看。我真应该早几年下山。我这一生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才刚刚开始。赵玉珍，你怎么了？小仙女，我就要死了。赵玉珍，桃花恋外开已久，恋中人比桃花羞。小仙女，我就说你是个姑。娘吧，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很高兴。你来迟了。傻小子，还等着吃桃子呢。好美啊！这一生能遇见你。小仙女，你怎么又戴着面具了？戴着面具好丑的，你还是摘了面具更好看些。真好看，连声音也这么好听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可愿意随我下山？自然愿意。谢谢赵玉珍，赵玉珍。我这一生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才刚刚开始，只要能日日的陪伴着你，我都愿意。这桃花，看来终究是没能避免这个结局啊！我望城山人，只求结发寿长生，不理人间纷扰事。但是这件事不行，望城山众弟子听令，弟子在。望城山誓报此仇，誓报此仇。破军为何突然振鸣？白日之中，
为何突见星辰陨落？如何了？经此一役，与雪月城结下了冤仇，又和从来不理世事的望城山结下了死仇，真的值吗？木鱼，木雨从未对大家长的决判提出意见，但这一次，我想问，值吗？无论是雪月城，还是望城山，不久都将不存在了。国师啊，你有听到方才的声音吗？入魔之咒，我去看看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
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醉晒百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哎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干嘛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5花马，1000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熨便熨了1个月，110两。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，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名震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给我剁了他！
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。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如风，相信天和年轮，好坏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狂曾见棱角激昂青春，它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。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。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。然后，前任，
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的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哼，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姬笑宋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
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2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1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
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刘卫杰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堡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下火。对啊，哎，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
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，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3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1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3顾倾我心。3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窟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3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明蕊。
不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谷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